我在死前对着师兄哭诉自己对不住合欢宗，到死了还是单身狗。再睁眼，我变成了废物女帝。这是哪里？我不是已经死了吗？宰相希望我死快点，将军希望我死远点。就连我那预定的皇夫也厌恶我至极。算了，反正也要亡国了，过一天算一天吧。可是后来，这国家越来越好，那三人看我的眼神也是越来越奇怪，让我突然想起了临死前师兄的话。哪怕你回头看一看，你都说不出这么冰冷的话。师妹，咱合欢宗谁有你渣呀？我坐在龙椅上，听着下面的争吵声，眼神逐渐虚空。本该死去的我又活了。好消息，我成了女帝；坏消息，这国家快亡了。下面的官员吵成一片，打仗的说没有军粮，管钱的说国库空虚，有才的冷眼旁观，无才的等着捞点油水，乱七八糟。许是被吵得烦了，我这平静了许久无波澜的心也难得的生出了几丝烦躁。我站起身，从台上走了下来，原本还吵作一团的人全因我的动作都停了下来，面前的人还在一边哭诉一边擦泪。臣在户部干了10年，无功劳也有苦劳，国库空虚，陛下知晓啊！国库早就被他掏光了，自己富的流油，边关的粮草却半分都拿不出来。哦，这货前几天还为他小女儿花10万两买一根簪子。我走到他面前，直接抽出了旁边侍卫腰间的剑，一下就抹了他的喉咙，干净利落，连呻吟的机会都没给他。所有人震惊地看着我，我看向和他吵架的武将。你带人行抄他家，只拿你要用的，剩下的放回国库。懂？有了钱还打败仗，他的下场就是你的。武将短暂失神后，立刻一脸惊喜地领命离开。这时，朝堂上的其他人也回过神来，纷纷开始谴责我。陛下，这户部侍郎即便有罪，也该由专人审判才是。您这样做未免也太独断了。是啊，陛下，为君争者不得一意孤行才是。即便抄家，那户部家的银钱也万万不能让一个武将接管才是，这不合规矩。是啊，这不合规矩，陛下三思啊，不合规矩。他们吵吵闹闹，还以为我是原主那个怂货，短短几句话就想拿你。我环顾四周，在场的只有3人没开口，正仔细地打量着我，眼神晦暗不明。宰相谢灵州，大将军陆京寒，太傅沈燕慈。我仅看了他们一眼，就提着剑走到了说的最欢的礼部尚书面前。他满嘴的与理不合，却在我逐渐靠近的时候，声音越来越小。最后颤抖着身体跪在了我的面前，剑上的血还没干，落在了他的面前。他抖得更凶了，有人看不下去，站了出来。陛下今日所作所为令人寒心，臣以死为鉴。我懒得听他说废话，直接打断了他。站准了，那你撞吧。那人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说，愣在了原地。不是死谏吗？先撞了再说，赶紧的。那人直接跪在了地上，这一跪又连着跪倒了好多人，嘴里叫着开恩。我直接将剑扔在了地。在下将军陆京寒。看见跪着的人了吗？带兵抄家，5分归你，5分进国库。下面跪着的人傻眼了，这次哭嚎着饶命的情感真诚了许多。看戏许久的谢灵州站了出来。陛下，一下废黜这么多官员，恐怕社稷晃荡。他垂着眉眼，好似恭敬，可挺直的脊梁没有1分的忠诚。我坐回了龙椅。那就让你的人补上啊，谢相，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？臣不敢。我用右手撑着下巴，完全一副昏君的模样，似笑非笑。只要我是皇帝，就由我说了算。看不惯，你们造反啊！从今日起，朕说的话就是规矩。敢违逆朕，轻则抄家，重则
灭族。谢灵州官拜宰相，一半的朝臣都和他有关联，每天巴不得我死快点。陆金寒护国大将军，手握兵权，每天巴不得我死远点。而我云国女帝只剩一张嘴，丝毫不虚，大不了我就回合欢宗重新开始修炼呗，谁怕谁啊！我叫苏清月，在合欢宗因为迟迟境界无法突破而寿元走到了尽头，感受着生命力的流失。我看着师兄，双眼含泪。师兄，是我对不起师父的教导，空学那么多知识，最后却还是单身狗。要不是我迟迟看不破情爱，我也不会一直无法突破。师兄，哼，师妹，哪怕你回头看一看，你都说不出这么冰冷的话。师兄，你何出此言啊？我问前些日子天云宗少宗主送你的仙鹤，那不是给我吃的吗？好，那药王宗送来的百里香呢？说起这个我就气，是不是在咒我药丸？好，那归风堂那小子跟你表白，你总没话说了吧？可是师兄你说过要若即若离，不能让对方猜到心思，所以我假意拒绝了，等后面再同意。那你拒绝了多久？30年吧。后面我终于想起来的时候，他已经成亲了。我都不知道该骂你渣还是骂你呆。你仗着长得好看，总是撩人而不自知，勾得别人芳心乱动，你又抽离开来冷心冷情。师妹，咱合欢宗谁有你渣呀？师兄，我这是在哪儿？下完早朝，我翻看着奏折，吃着茶点，好不自在。这地方简直是早晚要完。朝堂里满是蛀虫，边关外敌迟迟来犯，百姓赋税重，民不聊生，这国早晚要废。没想到我这一盏茶还没吃完，陆金寒和谢灵州就过来了。你今天说的话还算话？你知道那些大臣会抄出来多少银钱吗？那陛下想让臣做什么？朕表现的还不明显。臣不能成为陛下的皇夫。你去边关带兵打仗。既然陛下有令，我怎么忘了？原主为了想拿到兵权，居然想收了他。身材样貌是不错，可这种只会带兵，最不懂风情，无趣的很。臣这就去准备。他巴不得赶紧回去，守关的都是他带出来的人。最近外敌迟迟来犯，他早就心急如焚。原主一直扣着他不让走，他早就恨透了。我又喝了口茶，朝他挥挥手，外忧内患，总算先解决一个。说实话，我真的很烦这种聪明人，因为这一般意味着骗他得动脑子了。爱卿今日怎得如此悠闲？陛下今天很不一样。我懒散地靠在躺椅上，哦，连眼皮子都懒得抬。所以呢？谢灵州不紧不慢喝了口茶，笑得温润，语气却满是压迫感。臣都快以为陛下换了个人。他在试探我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谢相，有证据你就造反呗。对付这种人，他喜欢藏着掖着，你就明牌，你一句实话他都得猜半天。果然，谢灵州的眼神立刻暗了下来，半晌，陛下说笑了。他转移了话题，开始品茶聊天，说的跟真的一样。这茶的清香很是雅致。我听着谢灵州将手中的茶如何难得说了半天，然后一饮而尽。谢灵州罕见的停顿了一下，然后闭嘴了。真奇怪，他到底在等什么？直到云清月，你疯了！云国最后怎么落在了你这个废物的手上？他看见了谢灵州，把后面的话咽了下去，对着他端端正正的行了个礼。看吧，所有人都不拿我这个皇帝当回事，随意辱骂，随意拿捏。特别是眼前这个沈家的小公子，沈之瑜预定的皇夫，沈太傅的独子，在他们眼里，那些死去的皇子和皇女，谁登基都比我好。我看着来人，跪下，愣了一下。什么？这次我直接加大了声音。来人把这人拖下去，重打10大板，然后扔回沈家。问问沈太傅就是这样教导儿子的吗？不知进退，这皇夫的位置他坐不上。你休要血口喷人！谁愿意当你的皇夫啊？要不是你非要塞给我。我点点头，打断他的话。很好，一会儿退婚的圣旨就会送到你家，拖下去，不必再回来了。谢灵州看完了戏，满足的告辞了。临走前，他笑着看我。只希望明天早朝时，陛下也能如今日一般。明天？明天是敌国派使臣过来谈判的一天。
他想看我的笑话，想看我没了朝臣的支持如何当皇帝。可惜他不知道一个身居高位且发疯的人是有多可怕。沈燕慈晚上就到了御书房请罪，她跪在地上，沉默至今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奏折，也不说话。以后干脆新立个规矩，奏折上再写废话就上板子好了。半天说不到重点，就这样过了一炷香。陛下，太傅大人已经跪了很久了。一旁的太监坚持不住了，小声地凑近我。我抬起头看他，你是他的人。那太监一听，立刻吓得跪在了地上，浑身抖得跟筛子一样，求助的眼光一遍遍看向沈燕慈。沈燕慈不为所动，这样一个棋子不值得他开口。我直接让人把太监给拖了下去。我的身边不需要别人养的狗。这么一个插曲后，沈燕慈率先开口：陛下，至于说您要退婚，我直接把一旁早就写好的退婚书扔到了沈燕慈面前，正好免得还要叫人给你送过去。沈燕慈没有捡，只是看着我，陛下，他在威胁我。您真的想好了？朝堂上的文臣，谢灵州掌一半，沈燕慈领另一半，兵权在陆金寒手上，三足鼎立，没有给我这个皇帝留下半分。原主在夹缝中生存，想通过联姻获得一些权利，可他自己也不过是颗棋子，如何能上得了棋盘？这样的境地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干脆掀了这盘棋，重新洗牌，才能争得一席之地。当然，沈燕慈都说养不教父之过，沈之瑜今天冲撞天子，出言不逊，看来都是你教的好啊。怎么，这个位置你也想坐？那你造反呗。沈燕慈看了我许久，再一次跪了下去。臣不敢。他当然不敢，因为谢灵州也不敢。师出无名，即便有名，只要一人敢动手，剩下的两方势力立刻就能联手。他们不敢动，但我敢。这场仗优势在我。我勾起红唇。太傅，既然不敢，那就得把尾巴藏好不是？今天可不只是我在，谢灵州也在。你想给他递把柄吗？沈燕慈不再说话，拿着退婚书走了。第二天就传出了沈之瑜被沈燕慈打断腿，在家静养的消息，真是父慈子孝。第二天一早，领国使臣就到了京城，由谢灵州接待。等我上朝接见的时候，一眼就看到了他嘴角那抹不怀好意的笑。再一看使臣旁边跟了个其貌不扬的青年时，我就已经猜到了7分。果然，几句寒暄后，领国使臣抬着下巴推了推那个青年。两国交好，自然少不了联姻。这位是我国三皇子，最是喜欢贵国的人文风情，想必和陛下一定很聊得来。在场的大臣全是眼观鼻鼻关心，没一个开口。毕竟我昨天的行为可是把两派都给得罪了，没人开口，那我自己来。嗤笑一声，我看着那领国使臣，来人，把他给我绑了。没人动，我拿起了放在一边的剑，直直看向谢灵州。你想让我自己动手？谢灵州阴沉着脸，终于还是抬起手示意了一下。很快，禁卫军过来将两人绑了起来。陛下是想挑起两国战争吗？我直接让人把他的嘴给我堵了。这次没人敢忽视我的话，大臣们像是回魂了一样，又开始一言一句的指责我。我看向默不作声的武将，告诉陆金寒，把领国也给我打了，打不赢就去抄这些大臣的家，抄来的钱全给他买粮买马。这下大臣们傻眼了，哭翻了天。有人更提出了辞呈，我笑着应下了。可以，但是滚之前，那些不属于你们的钱，你们1分都拿不走。谢灵州和沈燕慈再也不能作壁上观了。陛下这举动恐怕会引起朝堂混乱，动摇社稷。陛下年少，万不能因为稚子心性而毁了江山呐！我笑着拔出了剑，直指向他们。想让朝堂稳住，那就让你们下面的人老老实实的把钱拿出来给我打仗。你们想要这江山，就给我老老实实的干活，不然就都别想要。谢灵州脸黑的几乎能滴出水来。苏清月，你疯了！我笑得灿烂，眼神却如同寒冰一般。是啊，我疯了。谢灵州、沈燕慈，你们敢和我拼吗？苏家就剩我一人，我不怕死。那么你们呢？敢用身家性命和我拼个鱼死网破吗？他们不敢，好不容易就离这万人之上的位置一步之遥了，他们不敢。第二天，满京城都在传一条消息，米帝疯了，在朝堂里剑斩大臣，针对领国、抄家，这些消息如同雪花一样传得纷纷扬扬。他们以为区区谣言就可以拿捏我，借着这个机会，我直接下了一条新令。减少赋税1成，新上任的户部尚书当场坐不住了。陛下，这国库空虚，如何能再减少赋税？这不是还有各位爱卿吗？从今天开始，7品以上官员按家眷人头收税，5品以上双。
朝堂腐败，光是一个7品小官就有10几房小妾，更不用说还有数不清的奴仆。这一下，不少的官员直接递上了辞呈，我一一收下后，才说了下一句：10两银，其余的家产都充入国库。这下已经有人开始破口大骂了，但是很快就闭嘴了，因为一个个穿着黑色假衣、手持长枪的黑衣卫将他们团团围了起来。这是陆京寒临走前我和他做的交易，1万精兵供我驱使，抄家所得金银分他一半，他缺钱，我缺人，我们一拍即合，大概是为了表示诚意。他还特地给了我100名黑衣卫。看着这阵仗，在场的人白了脸，瑟瑟发抖。当然，除了谢灵洲和沈燕慈，还有他们真正的心腹，两人都事不关己地站在一旁，看我究竟要搞什么名堂。我当然也不会把这些被他们抛弃的棋子逼上死路，人只要有一线希望，那就逼不死。我继续开口。当然，各位大臣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看着他们求救一般的眼神，我笑弯了眼。这样吧，朕和你们玩个游戏，只要你们能举荐胜任本官职的有才之人，朕就酌情让你们抵扣家业，越能干得越值钱。我话还没说完，沈燕慈就打断了我。事关社稷，怎可儿戏？我也不动怒，只是看着谢灵洲。本来这人选是想和2位大人一起选定的，既然沈太傅不愿意，那谢相就辛苦一点吧。沈燕慈不同意，当然是为了不让我的人进朝堂，可他没想到我居然直接让他们2方参与。如今这么一说，他更不好开口反悔了。沈燕慈的脸都青了，气得一下朝，谢灵洲就提着一个食盒来御花园找我了。盒子一打开，里面是烤好的鸽子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我昨天晚上放出去的信鸽。他摆了棋盘邀请我对弈。倒是没想到，陛下如今和陆将军的关系这么好。我跟着落下一子，比起你们，他要好骗一些。陛下如今倒是真性情，让臣刮目相看。只是陛下还是太年轻了，拿到了一点好处，就迫不及待地表示出来。这棋要下到最后才知输赢。陛下，您输了。我看着棋盘上被围死的白子，笑了。谢相，你可能还是不太了解朕。我一把掀翻了棋盘，黑色和白色的棋子滚落了一地。在我这儿没有输，只有同归于尽。谢灵洲的眼神顿时幽深了许多，薄唇紧抿。过了好一会，他对着我行礼。如此，臣便知道了。他走了2步，又停住。陛下是因为要和我们斗，还是看到了民生疾苦，所以才减免赋税？我没说话。他等了一会，抬脚离开。乐声半空的时候，我终于等到了回信。送给陆京寒的信不过是为了迷惑谢灵洲和沈燕慈罢了。真正要送的是我寄给师兄的信。信里短暂地说明了一下我现在的情况，请他把我原本的零件和一些保命的东西一同送过来。师兄回信：看信上，师妹的生活格外精彩，可有看破情之一字？我回信：情没看破，看破了帝王一道，不服就干。看着一动不动的零件，如今是个凡人的我也只能每日带在身边图个安慰。新政令推行的异常顺利，各路官员为了推荐人才上来，甚至私下举办了好几轮比赛，再由谢灵洲和我的筛选。上位的人倒是做了些实事，至少减免赋税这个是落实了。一时间也没人骂我疯了，转而夸起我来了。看吧，百姓们只要吃得饱穿得暖，谁会管坐在上面的人是谁？疯没疯呢？沈燕慈坐不住了。沈之瑜来的时候，我正在作画。比起上次的行为，他这次显然装模作样了许多，举手投足之间都是谦谦君子的模样，乖巧行礼，温文尔雅。我直接就是一个无视。沈之瑜见我没有理他，脸色一白，整个人摇摇欲坠。他的模样是偏乖巧稚嫩一些的，再加上这副可怜兮兮的模样，恐怕旁人早就心软了。只是我在合欢宗待了那么久，师兄弟们的手段我闭着眼睛都能猜到，骗原主也许够了，骗我还差得远。陛下，臣最近做了些吃食，不要。那臣给你弹奏。不听，那滚！沈之瑜的一张小脸白得跟透明似的。你以前……我再次预判他要说的话，索性挑明了，都是逢场作戏而已。沈之瑜，我宠着你的时候，你做天做地，现在我腻了，你又倒贴过来，你是不是贱？沈之瑜好像没想到我会说出这样的话，腿一软，差点摔在地上，幸好扶住了一旁的柱子，眼泪从他的眼角滑落，整个人摇摇欲坠，又添了几分破碎的美感。需要我的时候百般讨好，不需要我的时候又一脚踢开，你倒是好狠的线。我嗤笑一声，彼此。沈之瑜，没有人会爱上对自己百般折辱的人。说吧，你爹要你过来是有什么事儿？沈之瑜心神恍惚，许久才梦游一般开口。我爹说1年1度的祭祀要开始了，希望知道你还要做什么。我点点头。你走吧，以后别来了。沈之瑜浑身一颤，他一停，最后小心翼翼地开口：如果我说我其实是动了心的，只是我想再多确认你对我的心。我打断他的话，抬头认真地看着他，眼底没有一丝情意。你不是想试探我的心，你是想看什么样的程度我会不要你，现在不是试探出来了吗？
沈之瑜如同遭雷击，然后摇摇晃晃，又哭又笑地走了。我的思绪回到了他的话上，在三人之中，原主一开始是偏向和沈燕慈合作的，不仅仅是因为沈之瑜的关系，更是因为沈燕慈曾经教导过他一段时间，他对沈燕慈很是依赖。两人约定在祭祀这天除掉谢灵舟，但是现在不管沈燕慈是不是真的要履行约定，谢灵舟是坚决不能动的。陆京寒已经被我支走，我需要谢灵舟和沈燕慈互相拉扯，这样我才能有可以操作的空间。赋税减免这一政令实行后，不知道为什么我得到了一丝功德之力，勉强能有了个修炼的苗头。至少在我回到合欢宗之前，谢灵舟不能死。3个月后，1年1度的祭祀开始了。浩浩荡荡的队伍一起往着护国寺出发，就当打发时间，我和谢灵舟随便聊起了南方雨水渐多，有逐渐发展成洪涝之势。当然，我只负责出主意，具体的需要谢灵舟去落实。这些稍微远一点的地方，谢灵舟的话比我这个皇帝管用。商量告一段落，谢灵舟看着我的眼神越来越复杂，他替我倒上一杯茶。陛下如今倒越来越像个明君了。我也不和他客气，谢相最近的话倒是越来越多了。毕竟陛下突然这样性情大变，微臣多少还是有些惶恐的。我一把扯住他的衣领，将他往我这边一拉。朕疯了，不是谢大人的功劳吗？话音刚落，一支利箭咻的飞进来，直直穿过谢灵舟刚才的位置。要不是我拉他一把，这回怕是脑子都被射穿了。刚才我就发现了，我们坐的这辆马车越走越偏，一旁跟着的人越来越少，到底还是小瞧了沈燕慈在宫里埋的眼线。恐怕他不仅想除掉谢灵舟，还想顺便把我也给弄死。想到这，我气笑了。老匹夫，回去就弄死你！我握住谢灵舟的手腕。谢相想要活命的话，可要跟紧朕了。他看着我，还在调笑。陛下现在丢下我自己一个，他看着我，还在调笑。陛下现在丢下我自己一个人逃命，不是更好？我立马撒开了谢灵舟的手，这次换谢灵舟一把抓住我的手。臣开玩笑呢，有劳陛下了。呵，又菜又爱玩。我抓住谢灵舟，直接把他扔上马车前面的马背上，然后纵身一跃，搂住了他的腰。长剑一挥，斩断套马绳，直接往前冲。数十个黑衣人纷纷围过来，想要拦住我们。我再挥一剑，逼退靠近的敌人。谢大人，你可要坐稳了。抓着马鬃，我直接斩杀一人后，带着谢灵舟快速离开。突然后背一痛，谢灵舟像是感觉到了什么，想要回头，我扣住他的腰。看路，我对这里可不熟，别转头跑进死路，被人瓮中捉鳖。谢灵舟不再说话，专心控制马的方向。谢灵舟果然提前调查过这个地方，很快就找到个隐蔽的山洞。他一下马，我就再也忍不住趴到了马背上，大口喘息。谢灵舟看着插进我后背的剑，连忙把我扶下来，缓了一口气。我拿出灵药吃了一颗，然后掏出一个瓷瓶递给他，帮我拔剑。你疯了？中箭的地方靠近心脉，就这么生拔你会死的。当然不会，师兄给我的灵药会护住我的心脉，一点是没有。但是这些话我当然不会告诉给谢灵舟。谢灵舟，你就这么怕我死在你手上？谢灵舟没有回答，只是站起身往外走。我去给你找个大夫。我忍着后背的疼痛喘了口气。来不及了，沈燕慈如果知道我中箭，一定会把这里都围起来，他不会给你机会去找大夫的。谢灵舟当然也知道，但这个时候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了。我咬紧了牙。赶紧的吧，我快痛死了。还是说要朕给你留个遗诏，说我的死和你没关系？陛下还真是个疯子。他咬紧了牙，握住剑矢，我只觉得眼前一黑，然后就是剧烈的疼痛。谢灵舟手忙脚乱的给我上药，我又掏出个瓷瓶给他，拿这个给我敷上。这个是师兄研制快速修复的药，再重的伤都不会留疤。合欢宗最是爱美，我可不想回去被师兄嘲笑。见谢灵舟久久没接，我一抬头就看见他一张脸比我还白，红色的血溅在了眼尾，添了几分妖冶的美感。不过一点血就给吓成这样，真没用。我又叫了他2声，他才反应过来。于是谢相又狼狈地将我后面的衣裳撕得更大一些，仔细地敷好药，用自己里衣撕下来的布料勉强包扎了一下。他扶着我走进山洞，看着我大汗淋漓，脸色苍白，担心地问我，陛下，你还好吗？不算很好，这具凡人的身体比我想象中还要孱弱，我甚至感觉自己有些发冷。刚才是迫不得已，但是现在该防的还得防。我靠着石壁，努力不暴露自己此刻的虚弱。无事，我有点累了，休息一会儿。接着我便坠入了黑暗之中。再醒来，我第一眼看见一脸复杂的陆京寒，再抬头是把我抱在怀里的谢灵舟。我想开口，嗓子却干哑的说不出话来。陆京寒连忙把水递给我，总算缓过来了。我甚至能感觉到灵药在修复我的身体。我推开谢灵舟，走向陆京寒。沈燕慈抓住了。谢灵舟冷笑一声，阴阳怪气道，陛下还真是时刻忧国忧民。陆京寒扶住我，已经抓住了。他说你已经死了，要和我平分江山。我抬头望进他的眼里，
你怎么想？从一开始，我选择的合作对象就是陆金寒。陆金寒想法很简单，他就想好好带兵打仗，我用银子作为诱饵，迫他护我。所有的阴谋都没有兵权重要。当然，沈燕慈的计谋我也告诉他了，只是没想到他会亲自回来救我。他还没开口，谢灵州先过来了。还是先找御医过来吧，咱们陛下的命都快没了。我偏头对他。我要是死了，不是正如了谢相的意？谢灵州瞬间黑了脸，他真的很奇怪。我试探性发问：谢灵州，昨晚上发生什么了吗？为什么你会抱住我？他冷了一张脸：没什么，只是陛下你高热不退，微臣照顾了你一夜而已。我点点头，辛苦了。然后让陆金寒扶着我往外走。沈燕慈手下的名单我已经给你了，都抓起来，替换他的人我早就准备好了。陆金寒忍不住打断我：陛下，我先送你回宫，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放心？怎么可能放心？谢灵州和陆金寒可也是迫不及待地盼着我死。我立刻警惕地后退2步，阴沉了眉眼。陆金寒，你想逼宫？陆金寒哭笑不得：我不会动你的皇位的。他直接把我打横抱起，往马车的方向走。领国已经打退了，他们甚至没有把那个废物皇子要回去，边关已经安定下来了。多亏你送过来的钱，受伤的将士都得到了医治。这次我回来，到处都是百姓在夸奖你，原本的蛀虫被你剔除，新上任的怕你，倒是尽心尽责，百姓们的日子越来越好了。清月，是我错了，你才是最合格的帝王。我被他抱着，思绪逐渐发散，疲惫又涌了上来。是了，我都忘了，原主和陆金寒也算是青梅竹马来着。只不过陆金寒效忠的是他的哥哥，后来陆金寒去边关打仗，等回来的时候，原主已经坐上了皇位，尘埃落定。陆金寒也没有想要造反，可偏偏原主是个废物，任由官员收受贿赂，欺压百姓，克扣军饷，逼得陆金寒有了造反的念头。再次睡过去之前，一个念头在我脑海回响，果然啊，别把人往死里逼，只要有一点点活路，没人会往不可控的地方发展。再醒过来，已经是在寝宫里了，身上被清洗过，伤口也被妥善的包扎过了，加上灵药的修复，基本已经没有大问题了。我随意将衣服穿上，就让人传唤陆金寒。现在已经确定陆金寒不会造反，沈燕慈已经被抓，剩下就只有谢灵州没有解决了。没想到陆金寒带着谢灵州一起来了。谢灵州汇报了下朝堂里的情况。沈燕慈的势力已经清除，各个职位已经有人顶上去，目前没有太大的问题。我突然心间一颤，糟了，以谢灵州的性子，恐怕都是安排的自己人。现在他掌控了大半朝堂，呵，感情忙了这么久，全给谢灵州做嫁衣了。谢灵州看见我瞪他，有些莫名其妙。陛下，算了，现在陆金寒在我这边，兵权在握，后面再徐徐图之。我皮笑肉不笑。辛苦谢相了，谢相也受了惊，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正要叫陆金寒，结果谢灵州一动不动。我疑惑地看着他。谢相，臣在。我无语。你先退下吧。谢灵州又看了陆金寒一眼。陆将军一起。我更无语，直接挑明了。镇留陆将军还有要事相商，谢相你在这儿不合适。谢灵州不为所动。有什么要事，臣帮陛下参谋参谋，就算要谋害臣，臣也可以听听。谢灵州，你要不要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？我一下气岔了，猛地咳嗽几声，感觉后背又湿了一片。我招来宫女，给我换药，然后看向谢灵州。这下谢相可以走了吗？然后叫住陆金寒。你等着。谢灵州冷了脸，直接拂袖而去。沈燕慈入狱前送沈之瑜逃了，沈之瑜托人给我带了封信，他说他不会报仇，他想去我找我画上的地方。原来那天他看见了，可惜他这辈子都找不到的，因为那里是合欢宗。我以为我和谢灵州要好好斗上一番，没想到他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，我说什么他应什么。部下的政令更是没有受到一丝阻碍，百姓越过越好，我的头发却是越掉越多，搞不懂，真的搞不懂。要是谢灵州和之前一样，我还能找到他的破绽，可现在所有的试探都像一拳打在棉花上，没有一点反应，甚至他还帮我完善，这搞什么啊？我又给师兄写了一封信，除了说自己的修炼进度，还把谢灵州的事也写了进去。信件的末尾，我很是悲观。师兄，他恐怕已经布好了大动作，也许我这次要输了，希望你能赶在我死前来救我离开。这次师兄过了很久才给我回信。师妹，我去找了剑宗的道友，你去修无情道吧，一定能大有所成。但师兄还是心疼我的，还是过来了。他看了我一眼，惊叹：师妹，你现在就像一个发着金光的球。我无语，不会说话可以闭嘴。师兄替我剪去发丝上的花瓣，一双含情目柔情似水。你恐怕还不能回去，修真界可不是一个修功德的好地方，这里才是你最好的修炼场所。我皱起眉头，我天天愁得掉头发，尔虞我诈，真的太累了。师兄笑了，放心，我回去就给你炼丹，包你头发柔顺黑亮，掉不了一根。陛下，我抬眼就看见谢灵州脸色铁青的走过来，他看向师兄的眼神满是敌意。我沉下脸，
谢相有事。谢灵州深吸一口气，陛下这是要选皇夫？这哪跟啊！我刚要开口，却被师兄拉住了手，随后闭嘴。师兄笑脸盈盈，这位公子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？谢灵州的脸青了白，白了红，最后恢复淡定。臣自荐。什么玩意？你自荐什么东西？我满脸都是震惊。这就跟一直想杀你的死对头，有一天突然说要睡你一般，让人惊恐。我直接拒绝，不可。谢灵州浑身一僵，为何？我直言不讳。我又不喜欢你。谢灵州像是不敢置信。你不喜欢我，为什么要舍命救我？为什么你把所有的事都交给我去做？不是因为喜欢吗？还有，你找了那么多借口见我，是为什么？这个就是正常的试探和勾心斗角，不要加这么多戏好吗？这些日子你到底脑补了些什么东西？谢灵州越说越激动，手指师兄。那你喜欢谁？你喜欢他吗？我和师兄对视一眼，纷纷打了个寒战。不行不行，这个乱伦有什么区别？师兄拉住我想要解释的嘴。这位公子，你可能误会了什么，我就是一个路过的人，没有想要当皇夫的意思。谢灵州冷笑，我都看见了。他看见了什么玩意？我挥开师兄的手。谢灵州，你要么好好的当这个谢相，要么你就请辞吧。我将话挑明，从来都没有喜欢谢灵州。你当初难道没想要过我的命吗？谢灵州苦笑，既然从一开始就是敌人，现在又怎么可能变成夫妻？我只是想保住这个国家而已。沈燕慈纵容手下贪污，你浑浑噩噩不问朝政，我只是想保住这个国家，不让百姓成为敌国的俘虏而已。我错了吗？我摇头，你没错，只是我们一开始的位置就不是能并肩携手的身份。谢灵州脸色惨白的走了，师兄看了他背影许久，然后问我，你真的没有一点点心动？我无语，怎么动？看到他，我只会想到他满肚子坏水，想要陷害我。师兄无语。那位小将军呢？我摇头。又去边关了，不过分了一部分兵权给我，也算是有良心。他说了，只要百姓安好，他一辈子都不会回来。师兄满脸都是无语。谁问你这个了？我对他有了点嫌弃。你别满脑子都是情爱行不行？在这里，情爱可是能要人命的东西。我现在真的很脆弱，如果一开始我像原主一样奔着情爱捆绑这些人，我早就不知道被埋在哪个山头，坟头草都比我高了。师兄叹息，师妹，你去修无情道吧，真的适合你。师兄离开后，我兢兢业业地当好君王，修炼功德。最后的日子里，我从旁系挑出了一个合格的继承人。谢灵州再也没有提过喜欢二字，只是就这样辅佐了我一辈子。他像是要证明我们不是敌人，但我们都知道，这个前提是我不是个昏君。寻了个日子，我假死离开，直奔合欢宗。听说我死后不过月余，谢灵州也去世了。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，前尘往事，以后为修炼才是正途。